spray 太屌了，这个鳕鱼完全不怕人哎，它一直冲来我的镜头，我都觉得它是不是想咬我？还好，这是我人生看过最多彩多姿的珊瑚花园，好像开启另外一个潜水的世界。对对对。嗨，大家好，我是舍令。大家看到我这一身穿着就知道又到了大家最喜欢的潜水系列了。我现在人在世界知名的澳洲大堡礁的海上，然后这一次会在大堡礁住个5天4夜的船宿。其实要不要来大堡礁这件事情，我思考了蛮久的，因为一直有听说大堡礁已经没有以前漂亮，因为已经太观光化之类的。但是也有人告诉我说，变得比较普通的呢，其实是大堡礁的内礁，但只要你愿意到比较远的外礁，其实它的生态还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就决定秉持着不只是旅行精神，我们要亲眼看看才知道哪一种说法是真的。对，所以我就出现在这里了。阴魂不散的特别来宾，你的出场很不美哎。不是，大家想我吗？留言想念 Cynthia。其实大家真的还好，想说，然后就有人说这2个人说要拆伙，根本就是假的，一直出现。你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来大堡礁花多少钱？5天4夜的船宿，我花了7万块。听起来有一点点贵，但是其实好像在澳洲算是均价。如果你住比较好的中等的，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船很好，然后所以这支影片呢，我们就会来跟大家分享2025年你到底还值不值得来大堡礁潜水，还有我们花7万块的5天4夜船宿到底值不值得呢 ？Let's go！ 记得订阅不只是旅行，还有他的 IG。OK， 出发。好，要潜水喽 ！Go go！Experience the wonder, experience new life. A world full of color stretches the sky if we wake up our hearts and see it all. Discover it all. 这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爽哎！哇！真的好自由哦！原来澳洲的潜水生态是这样，跟我们其他潜水过的国家完全是不一样的。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跟你们说，我真的超级无敌久没有搭联航了，现在有点不习惯。这次就是因为班机的时间这边比较好，所以就搭了这个 Jetstar。所以呢，我这次其实准备了一个搭飞机的秘密武器 ——Travel Mode 的3D 环保舒适记忆枕。它打开之后呢，是长这样子，长得有一点点奇怪，但是我跟你们说，这真的是我用过最好用的梦幻颈枕。主要有4个原因，它这边是有做驼峰的设计的，这一块呢，它就是拿来支撑脖子的，它有一点弧度，所以刚好可以贴合我的脖子。然后这2片是拿来支撑脸部的，所以左右倒就比较不会有太多角度。那大脸小脸都没有关系，因为它这个是记忆枕嘛，所以可以很贴合你的脸型。第2个原因是它的带子是像这样子做魔鬼毡的设计，所以我爱多紧就多紧，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些颈枕它会做成那种扣子的设计，可是因为我本身骨架比较小，所以我其实很常戴很多颈枕，我就觉得松松的。但这个扣上去之后呢，你们看我脖子这边它是完全贴合的，怎么样动它都不会倒，你知道吗？我觉得颈枕最烦的就是它动来动去，但是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这个问题。那如果呢，你还是觉得它不够紧的话呢，就是它的后面还有做这个有弹性的固定带。我这台飞机刚好没有，但是我从台湾飞澳洲的时候，我是坐华航，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头靠嘛，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弹性的固定带直接套在这个头套上面。这时候呢，你的颈枕就直接跟你的椅子合而为一了，它怎么样都不会掉。而且这其实不止搭飞机用，任何可以靠头的座椅都很好用。像我那时候在开车，我男友也是用这个睡超级爽的。第4个优点是呢，我觉得它很方便携带，就是有时候不想带颈枕，就是会觉得它这么大一片很麻烦。它很贴心的，就是它有附一个像这样子的袋子给你，只要把它卷就可以收进去了。然后它的外带呢，其实还有做一个像这样子的扣子，所以我通常会直接把它扣在包包上，在机场的时候就不用收进包包里面拿来拿去的。
总之呢，我现在有了这个经证之后，就没有那么害怕搭小飞机了。然后 Travelmode 呢，它是一个瑞士的品牌，他们其实有蛮多发明跟设计的，然后也得过很多各国的设计奖跟红点设计奖。我觉得他们的眼罩也很好用，是我目前用过我觉得最舒适，然后又超级遮光的眼罩。然后他们其实是有卖一个组合的，所以就推荐给喜欢旅行又常搭飞机的你们。如果大家看影片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记得可以到资讯栏就可以找到我的专属优惠，然后加上他们的会员也有生日礼跟会员购物金哦。好巧哦！你也来这里潜水哦？你要演这么假的戏是不是？你现在走这个路数是不是？假。我也超过，他只能带20公斤的托运行李，但是我刚刚一量24。对于我们要带潜水装备跟摄影台人来讲 ，That's mission impossible。因为我们现在要去搭飞机，然后以前都想说带潜水装备没有缺点，现在发现了，但是潜水装备蛮重的。我们现在出现了1咪咪的阳光，幸运是一个好的开始。我这边是机场，也是码头，然后同时也是他们的办公室，就是这个蓝色的 building。我们现在在凯恩斯在这边，然后我们会一路搭飞机到最上面的那个 island， 然后慢慢的搭船玩下来。这次的路线完蛋了，还要一个一个量手提行李。Have a great trip. 应该是我太瘦了，所以行李可以重一点的东西。我们的体重让我们的背包有点扣大，行李太重的人记得要吃少一点。Save 我们的行李可以上飞机了。是一个长得很不像机场的机场。Departure 这边有免费的咖啡，然后有饮水机，有免费的 WiFi， 然后这里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等一下要搭的飞机。这个感觉比我搭过任何飞机都还要小哎。这个飞机小到啊，没有空姐，是机长自己来亲自示范怎么用救生衣。Thank you. Thank you. Cheers. 真的是一台爆炸小的飞机耶！对啊，哇，很像在搭巴士哎。对，我不是要搭飞机哦。对，大家就把随身行李放在这边。这台飞机就像你刚刚讲的，小到没有办法有空姐。对啊，机长要一个人去完成全部的事情。哦，然后直接从这边过去。但是机长蛮帅的，感受非常好。我们现在船还没碰到，现在觉得机场不错。对。这个低空飞机是真的很低耶，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一直飞在一些一颗一颗的小岛上面，差不多是空拍机的高度，我觉得有趣。趁现在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订的船叫做 Spirit of Freedom 自由的灵魂的这个船公司，然后订了他们5天4夜的船宿。那这一次会选择要船宿，是因为就是大家不是都有听说大堡礁已经不漂亮了嘛？但是我有曾经来这边潜水过的朋友告诉我说，其实大堡礁超级大，大家会说没有那么漂亮的地方，其实是凯恩斯1天之内就可以到的那种潜点，就是真的已经太多人了。但是据说你只要搭船到所谓的外礁，然后就会比较漂亮，生态还是很完整。所以这次还是选择了一个5天的船宿，然后就可以把我们带到比较远的地方。准备登上我们的自由的灵魂。这艘船呢，今天这趟是满的，总共24个客人。然后船尾就可以直接看到这边整区的潜水装备，他们正在帮所有人把行李放进房间里面。这个目前看起来整个都是饭店等级，5星级饭店。
就是船长还蛮认真的在解释一些安全的守则，然后用荧幕直接文字秀出来的，也是我听过最详细的。那我来好好的开箱一下这个地方。这一艘船呢，是我目前搭过最豪华的船。这一区是他刚刚介绍的客厅，这里会是 mini bar， 有想买任何东西的话呢，就在这边写名字。这里还有一区就是给你相机的充电区，这边还有咖啡机，然后还有一些点心都是免费的。但如果酒的话啊，晚餐的时候会有一个免费的，然后超过的话就是要再买。这边是用餐区，这里就是厨房了。这个算是我目前见过船上最完整的厨房。这一区呢是大家的装备区，等一下会从这边下水。刚刚有在做这边，我做了蛮详细的介绍。来看一下 Cynthia 的房间。我是跟一个男生睡，我目前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希望是个帅哥。这次我订的呢是一个4人房，而且很幸运的还跟2个粉丝住一间，给你们看一下房间。像这样子有4张床，还有一个干湿分离的浴室。房间的话就是蛮简单的，但它也是有比较大的房间，跟我们在4王群岛一样，就是不同价格。但我们就是想说选个最便宜的就好。然后这整艘船就是5天4夜，总共15只气瓶。我们付了差不多一个人是7万台币，等于差不多一天是1万出头，含3餐、含住、含交通，然后还有含1天有4支潜水。以价格来说，我觉得 CP 值算是还不错的。我发现这艘船有一个我没有在其他船上看过，但是很贴心的一个点，它所有乘客的照片跟名字印下来，这里也是就是这几天的 schedule 全部都印出来，真的是方方面面都 organize 的很好的一艘船。给大家看一下船上的午餐，我应该只有第一天会拍吃的，因为后面应该都长一样。我觉得非常的夸张，非常的丰盛。Oh my god， 食物非常的好，优秀到一个不行，非常的好吃。我现在其实对于等一下的潜水有点担心。哦，对，因为我们刚刚听我们的香港室友说，这边的导潜基本上只是确保你的安全，它不会带着你去找东西。这应该是我们目前潜过最严格的一个潜带。它这一潜要我们确认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们怎么知道怎么样自己用嘴巴充气瓶自己。OK， 然后第2件事情是自己打那个充气带。对，然后第3件事情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导航的位置在哪里。会很严格，是因为他们就是希望在这一潜之后，大家自己都可以照顾自己。就是我们就可以自己去玩，就不用说一定要跟这一个组里面有人已经50就一定要上来。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能力好的人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只是我们2个有点紧张，因为我们没有被这么严格的对待。而且你知道，这整船的人看起来都有够专业，就是里面是有 master 的。好吧，我们走吧，好，不要让大家等。期待吗？期待。好摇哦。他们这边的服务其实非常好，帮你穿蛙鞋，又帮你变镜子。Tell them all that the party's on. Having fun like a Mardi Gras. Feeling so good that it can't be wrong. Follow me and come see what we be on. Look so fresh from the head to top. Live so fast, always on the go. Staying on the move, that's Geronimo. Swag on fleek with a crazy flow. 好消息，我们2个都通过考试了。他说我们这一团其实蛮厉害的，因为他说我们全员24个人都通过了考试。他说这个机会其实蛮低的，很低啊。他说1年可能才1次全员通过，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对，就是刚刚就会很认真的去写简报。对，你要真的知道怎么玩。对，好吗？我们要去等一下的潜叫做 Challenge Bay， 然后这一潜跟夜潜都在同一个地方。你脚只是抬高，你们要往前。There's a world of endless color waiting for us to discover. Run into
生中第一次没有导潜潜水，好爽，超爽！我跟你们说，你不觉得没有导潜的时候，你可以更认真看这个海里面有什么东西吗？因为有导潜的时候啊，你会有一个压力，就是你要一直跟着导潜，而且因为我们然后导潜会。对，然后导潜会觉得你离我太远了，然后一直叫你回来，可是我就觉得我还没拍够。刚刚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爽哎，非常很自由。虽然水有那么一点点的浊，但是就是只要我想拍的东西，我就可以拍到我爽在走。那一堆珊瑚很漂亮，我就一直在那边绕，一直在那边绕，对，然后就觉得哇。真的好自由哦！原来澳洲的潜水生态是这样，跟我们其他潜水过的国家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就变成大家看到的东西其实都不太一样。因为本来潜水有人喜欢看大物，有人喜欢看小东西，有些人可能光是一只鱼。然后像我刚刚就有去趴在那边看着一只鱼在那边睡觉，我也是。然后我还看到一只长得很怪黑色白色的河豚，我有看到，因为我有过去看，它超可爱，这么小只，那一坨小鱼很像地鼠。就他们就是他们会这样子起来，对，起来下去，对，然后他们感觉是同一种鱼的一家人，然后他们是这样一直这样子起来下去，然后我在那边盯着那坨珊瑚盯超久。我觉得不用跟着导潜的时候，你反而可以更专注的在你欣赏的事情上面，好像开启另外一个潜水的世界。对对对。刚刚还有另外一个惊喜是看到一只黑武士，他没看到，好羡慕，因为刚刚有一点浊，所以他真的从我旁边经过，然后就这样游。但是你看到了很多鲨鱼，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就像你说的，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然后都是惊喜，都是属于自己的潜水故事，我觉得很棒。突然这么感人，这样。晚餐这个是什么高级西餐厅吗？然后我们在夜前之后还有提拉米苏可以吃。这个厨师真的厉害。Cheers。现在准备要去刚刚同一个地方夜潜，然后听说可以看到很多鲨鱼。对，因为我的室友前几天考 AOW 的时候就在同一个潜点，然后他说他夜潜的时候只有看到鲨鱼，他说没有任何的小鱼，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鲨鱼。已经在那边了。What the fuck？ 他们应该就是直接被那个灯光吸引过来了。好扯哦！对，但他们刚刚其实说叫我们其实不用离开船太远，因为哇，而且是我看过最小只的鲨鱼，这是 baby shark， 对，是真正的 baby shark。太惊人了一点。拍片日常晚上，果糖，而且重点是全部的欧洲人都在那边喝酒。哎，我也有酒。然后就我们这边3台电脑，我也是有酒的哟。就我们4个亚洲人。好 ，Cheers！ 今天大顺利，顺利。大堡礁的第2天潜水，现在这个潜点叫做 Hoto， 然后就是大堡礁这边有一种非常有名的巨大鳕鱼，叫黑斑鳕鱼 （Giant Potato Cod），就是一个超级巨大马铃薯形状又有黑点的一种鳕鱼。然后这里好像就是会有很多很多那个鱼。Wipes are crying
trust that's here today and gone tonight. It's just feeling high and dry. Come on, Sarah Jean, you got the green light, so sweet. Anything that you want, it's all within reach. Gotta get strong, gotta be wiser. Don't let nobody steal your fire. And soon when you're walking the water, everyone's gonna say she's the lucky one. 鳕鱼完全不怕人哎、欸，对啊，他一直冲来我的镜头，我都觉得他是不是想咬我？还好，我有一看就是叫他来，然后他就过来嘞。我拍到，他的身体是可以大到整个盖过全部的镜头的画面，我真的吓到。做一个转场，对，我真的吓到，你知道吗？给我一个第2天的总结。它的珊瑚礁非常的多彩多姿啊，然后鱼的颜色也好多种，珊瑚跟鱼类共存的那个环境真的非常的棒。好多鲨鱼，然后又看到红鱼，然后还有这么大的那个巨大鳕鱼，目前到为止很精彩。而且听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这一区最精彩的，明天的那个 Osprey 才是我们这一整个 diving trip 的亮点，所以我现在非常的期待。好，收东西，今天又可以喝酒了。我们终于遇到太阳了，太棒的招待了，真的会特别开心，是因为我们今天到了就是这整个行程的重头戏，叫 Osprey 这一区，其实已经离开大堡礁了，这一区叫做 Coral Sea， 然后我们是已经到更外海的地方，所以昨天其实开船开了10几个小时才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除非你船速，不然不可能到的。非常的期待，我要去准备下水了。Osprey 的第一潜完美，我还在震惊中。完美，这是我人生看过最多彩多姿的珊瑚花园，各种颜色都有，什么 baby blue 啊、鹅黄色啊，然后你最讨厌的粉红色，连粉红色，然后而且好可爱。这里面的粉红色超级漂亮，因为它就很突出。它会有一株珊瑚，里面我最多看到4种颜色。我刚才就有特别在拍，对，就是它外面一圈蓝的，然后中间一圈又黄的，就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怎么长的？怎么长出来的？对，我们刚刚下去50几分钟，全部都是。到底是谁跟我说大堡礁已经生态不好了？这个 Osprey 太屌了，你上面看起来都是那种一般的珊瑚，然后你下去那个石头上面是一整片的海扇，而且这还只是这整个 Osprey 的第一潜。如果有看到画面的人，跟我们说一下，如果你有潜过别的地方长这个样子的话，拜托告诉我，因为我真的觉得它太独一无二，真的很像外星哎，感觉是阿凡达2会出现的场景。我说我不饿，但是看到这个好像有点食欲。对呀、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你要吃饭，还是要 taco， 还是要玉米片，然后各种料又有生菜。My roommate, Tyler, right? Gentleman, nice, kind, handsome, yeah. 我们那时候说要不要看一下对方长什么样子，然后就没有换房间了。我真的还有2天好好相处。这一潜呢，他们会用喂鲨鱼的方式，把鲨鱼就是吸引到一个笼子里面，然后里面会放那个鲑鱼的头。原来他其实有特别讲说，他们喂的东西算是那些鲨鱼的小零食，所以它不会真的严重到影响到整个鲨鱼的生态。所以等一下应该有机会可以一次看到30-40只鲨鱼聚在一起。OK， 出发。
鲨鱼吃掉。会两三只抢同一个，然后就是整个龇牙咧嘴，超恐怖。这是我第一次觉得鲨鱼有一点可怕，因为它是放一个笼子嘛，对。然后一开始它还没有先把那个笼子打开，然后那个鲨鱼就已经很猛烈的在攻击那个笼子，一直想要把那个笼子咬断。对，哇。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好天气，我终于有时间可以在甲板上好好的稍微晒个太阳，然后看个风景，很满足。潜了一半的气瓶，我已经可以告诉大家，大堡礁到2025年还是非常值得来的，但是你要选对船。因为我刚刚其实有跟那个船员聊到，他们说其实因为这个 Osprey 真的蛮远的，所以整个凯恩斯其实只有2艘船会来，然后我就是幸运订到其中一个，因为我其实原本不知道。他们说就是这一艘 Spirit of Freedom 跟另外一艘叫 Mike 的船，但是 Mike 因为他们说船只的形状的关系，所以他们的船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大一点的风浪，在这个淡季会来到 Osprey 的其实只有这一艘船。我不确定他讲的是不是真的啊，但是至少我听到的是这样。我原本其实有点担心会不会有点孤单，因为上一次船宿我是跟海蓝堡马旅社订的，然后整团都是认识的台湾人，但是这一趟就是体验比较不一样，因为整艘船24个人，我只认识Cynthia，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个很棒的好处，就是我有这个机会去认识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在这艘船上的人都是愿意花6-7万台币来船上潜水的，所以大家针对于潜水有一定的程度的了解跟一定程度的喜欢，所以你真的可以跟他们聊好多好多跟潜水相关的东西。然后包括我这一次呢，因为第一天要拍鲨鱼的时候，我把我的手机搞一个进水了，所以我现在是有点social detox 的状态，就是完全没有在使用我的手机，好享受哦，就是这边写的。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因为我这一趟没有办法用手机的关系，所以在所有的休息时间，我就可以好好的跟朋友聊天，或者是好好的看海。你不觉得船宿之后会有点回不去吗？回不去了，因为 day trip 的时候你就是很赶啊，然后也没有时间这样中间这么 chill， 睡个觉，然后洗个脸，再重新擦个保养品，没有。而且每一潜他们中间都会准备点心，就是基本上这个船上来个24小时你都有食物可以吃，不怕饿着。午餐，但其实6餐有的有到6餐。对，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服务的妥妥帖帖，很尊荣的感觉，好爽哦！而且我们真的好幸运，因为原本都是阴雨天，就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子。但昨天开始突然放晴，除了很 chill， 然后放松的时间很多之外，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应该是你可以去到比较远、比较少人去的潜点，因为大家都说大堡礁被破坏的很严重，但我猜那应该是比较靠近岸边的地方。可是因为我们是5天4夜的船宿，所以我们真的是到超级外面，这边的生态就很好，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船宿最大的好处吧。我的天哪！现在大堡礁的夕阳在我的正前方，给你们看，现在跟那个澳洲的国旗这样子重叠，太幸福了！这真的是这一趟大堡礁潜旅一个很大的礼物，因为我原本看过天气是觉得一丝丝的阳光都看不到的。非常的感恩，而且这次潜水的就是整体都比我想象中还要更精彩，因为我之前去了4王群岛嘛，就是我一直在觉得说，我会不会以后去哪里都觉得还好，发现其实没有，这个世界上真的还有好多好多值得我去探索的地方。我到现在也觉得非常非常开心自己有走这一趟大堡礁，因为其实我原本真的很犹豫，就觉得说7万块也是不小的数字，会不会浪费钱，但是我现在觉得完全不会浪费，而且我其实也蛮推荐大家可以亲自来这边看看的，就是这边的潜水环境是真的非常不一样，就是水下生态是一回事，然后还有这边的潜水文化，我觉得比较有潜水经验的人可以来试试看。明天是3月19号，然后是我的生日，我想要送我自己至少
一整天不拍片，好好潜水，好好享受大海的生日礼物。我跟观众说，我明天不拍片，你觉得我做得到吗 ？Mission Impossible 。你如果我明天不拍片，你就不是舍令。舍令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Celine, Happy birthday to you. Birthday wish? Birthday wish. I hope I can dive in until 100 years old. Okay. Everyone. Birthday card, 而且后面有很多人的签名。太可爱了吧！大家，我知道我说了今天不拍，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因为我早上收到了一个超可爱的生日礼物，是一个 Manta 的毛巾衣，前面有3只 Manta， 然后后面是1只 Manta， 然后下面有一个 Diver， 对，是其中一个船员 Jamie 送我的生日礼物，然后这个牌子叫做 Ocean Amour， 而且超可爱的是，这个里面它还是一只一只的海龟。然后这个毛巾衣的材质，它其实是回收塑料再制的，所以跟你一般穿到的毛巾衣材质有点不一样。我实在是太喜欢了，所以决定要开箱给你们看。然后这个毛巾衣你是可以线上购买的，然后它除了 Manta 之外，也有大翅鲸，然后也有好像还有海龟吧，有各种动物。总会把链接放在资讯栏，给有兴趣的朋友参考。今天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已经到我们这个船宿的第4天的尾声，明天就要回凯恩斯了。全部的人都在晒装备，大家都在把握最后一抹阳光，因为我们都不想要带着湿装备上飞机。哎呦！有只鸟哎！你也是来祝我生日快乐的吗？哎呦，他会揍我啊！好啦，对不起，看超幼稚。我跟你们说，我觉得我做了一个全世界最幸福的生日。Oh my god！ 你能想象吗？32岁的第1天，然后潜了4只气瓶，住在海上，这不知道该开心也不是开心。反正我今天早上主要水下相机弄丢了，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我就真的2手空空的下去潜了3只气瓶。这是我有史以来潜过，我觉得最自由的一次潜水。我们今天最后2潜是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它是一个有很多小东西，然后你可以找一些石头鱼，然后有很多鱼群的地方。基本上我就一直跟着那些鱼，一直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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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手上如果有相机我不会做的事情，因为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要把这个潜点的东西全部拍给大家看。但是今天的潜水就是真的 for myself， 久久一次没有拿相机，对我来说真的是很珍贵、很珍贵的体验。然后我印象超级深刻的是刚刚第4潜最后的这个5/3米停留，我突然抬起头，然后这个画面因为太漂亮，所以我跟朋友借相机，我请他就是让我拍。然后这个画面是什么都有，你有软珊瑚，有硬珊瑚，然后刚好是一个 U 字形，然后中间有2只狮子鱼，我知道了，很像萤幕保护城市。然后我真的觉得太 amazing 了，就是这整趟大堡礁潜水之旅很棒的结尾。然后我觉得大堡礁让我想起来之前在伯伦那边的导潜有跟我们讲说，一个好的海洋生态系它不会是只有小东西或是只有大东西，它应该要是有一个很完整的食物链，从珊瑚，从小鱼，从中的鱼到从大的鲨鱼。如果这个潜点就是什么都有的话，代表它真的是一个很完整的食物链，然后海洋生态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地方。发现我真的好爱潜水哦！我今天刚刚他们帮我庆生，然后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我希望我可以一直潜水到100岁。然后一直保有这种很爱大海的心，因为很多人会喜欢问说可以看到什么，但我觉得船速
这件事情本身，它其实卖的是一个潜水生活的体验，潜水吃饭，潜水吃饭，潜水吃饭，喝酒睡觉。我真的很享受这种生活，然后也真的让我觉得好放松。我很开心，我这次真的有愿意多花一点钱跟时间来到这个大堡礁的外礁。我觉得生态还是非常丰富、非常完整的。然后这艘船整体的经验，不管是房间、厕所、装备、船员，然后吃的真的很赞，一切都我觉得非常的完美。所以如果你看了影片也想要来大堡礁度假，不想做工的话，欢迎你直接订这一艘 Spirit of Freedom。我是自己付全额的费用参加的，所以没有就是任何帮他们打广告的嫌疑。那没有讲缺点，真的是没什么缺点好说的。对了，其实我跟你们说，我现在来是3月。这边最好的季节其实是7到9月，因为是澳洲的鲸鱼的季节，所以你们看到影片赶快订，也许还有位置。我们来访问一下 Cynthia， 请讲出这艘船的缺点。对我们来讲可能还好，但是对可能英文能力不是到那么的完好的人来说，简报可能会听不懂，因为船上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所以他那个简报的速度很快，这大概是我能想象到的唯一的缺点吧。我真的觉得我这7万，因为我原本来之前我真的觉得哇好贵哦，5天就要花我7万块。可是整个见到他们这边的服务人员，开始到现在，大家就是已经潜完水，然后都在这边聊天喝酒，晚上等一下还有 barbecue party， 你能抱怨什么？没有，而且就是我说我要帮 Celine 准备一个生日的 surprise 的时候，所有人都超级配合 ，chef 也说 OK I'll make a cake，they are so sweet，they are really sweet。好啦，影片给你做结尾。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就会给这个影片一个赞，然后分享给你想要一起出国船宿的所有朋友们。那我们就祝Celine生日快乐！然后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跟大家下次见，但是拜拜 ！Cheers！ Best chef ever. Can do everything. It's amazing. It's amazing. I'm a magician. You are the magician, yes. You really are. I've been quite busy today and I've been quite busy all week. This was my first week actually here.